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多了解边缘人，多包容他们。要讲主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布达一下，星期二晚上就是台北开课的第一天我相信还有很多家人不知道在哪里上课，我在这边就小小说明一下我们明天晚上6点15分呢，就约在民权西路站8号出口集合，然后再一起上去上课。那其实比较正确的地址有在12月开课的那一支影片下方有做一个更新，也就是台北场跟大溪场的地址已经有更新上去了，但因为台中跟高雄场的地址还没有确认，等确认之后也会再用影片跟大家做布达，也会在那一支影片下方更新地址，所以很抱歉，请大家多多包涵，久等了。嗯，接下来就要讲主题了，就是多了解边缘人跟多包容他们。其实边缘人这3个字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有一次在跟女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她就说了这3个字，没关系，反正我们是边缘人。那我就问她说什么是边缘人，她就跟我说边缘人呢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他没有他都无所谓，在这个社会上有他没有他也无所谓，这种人叫做边缘人。那也因为我自己女儿既然说她自己是边缘人的话，我就很希望可以了解到底边缘人的生活态度或是思考模式。所以我就尽量把我的身段再放低，再放低，然后尽量可以进入到他的世界。那我现在小小分享一下希望有看影片的人你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边缘人啊、可以给予更多更多的爱与包容。其实他们只是比较特别而已，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糟糕。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嗯，我女儿呢，就是我用她来找边缘人的特质，或许别的边缘人也有别的不一样的特质，但我发现有几个共通点，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他们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那这个不在乎呢？我如果用环境来比喻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房间，可能我自己觉得要时时刻刻保持干净当然偶尔会乱那是偶尔会乱，但他们是相反，是偶尔会整齐，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这样可以睡我这样可以在这个房间生活我为什么一定要整理干净呢？垃圾我可以等到个量再丢我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有垃圾就要捡到垃圾桶去呢？就他们有他们自己想法，所以对于环境整洁这件事情，他们的不在乎和我们一般正常人的思维是稍微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孩子的家长，请多包容他们。像我的话，我就会自己帮他们收拾，帮我女儿收拾，但我不会不太会抱怨她，因为我知道这就是她。但是如果我需要她偶尔改进的时候，我就会说：“亲爱的，我们床旁边的那个卫生纸是不是可以收拾一下就是会用比较亲和的口吻。那他当然也会去做，只是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但我觉得他有去做就好了。再来，可能我们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我们在吃，可是他很累，他当下想睡觉，他也不管3七21，他趴下去就睡觉了。我觉得这真的很酷，就是他不管别人的眼光，不管别人对他们想什么，他累了，他趴下去就是睡觉。我觉得这就是不在乎大家嘛，不在乎世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们大家要就是体谅一下他们。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不坏，只是说在很多正常的眼光来看，他们确实是比较没有在体制内，还有他们可能动作很大。所谓的动作很大，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在要拿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注意一下周遭有什么，但他们可能就会因为动作大，可能比较容易
打翻东西或是弄倒东西。比如说穿外套，我们穿的时候会注意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勾到的，然后小心翼翼的穿上，对不对？除非空间很大，当然可以随意的穿，但如果在有限的空间下，旁边有物品的状况下，我们会注意一下旁边的物品，但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他们可能就是要穿，就是动作很大就穿上，那可能旁边的花瓶啊，或者是瓶子啊，又或者是可能物品就会被他们弄倒之类的。但刚开始我会生气，后来我慢慢观察，这就是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弄倒之后的脸也是会有错愕，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他都是错愕，他不是故意说要那么大，他本身的动作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要理解他，我们要放低身段去理解他动作就是会这么大。那如果你不想要让他再打翻东西，那就请你让他会经过的空间尽量不要摆放东西然后再来就是你会感觉他们好像不太配合，比如说像这样的孩子，我之前代课的时候也有遇到几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整队集合，我们可能有时间压力，对不对希望5分钟之内到哪里集合，可是他们这种孩子就会大拉拉，就是慢慢走慢慢走，然后没有关系，反正我有走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但在体制内的状况下，或者说在体制内的团体内，这样的孩子是特别吃亏的，因为会被贴标签，就是不好的孩子，不乖的孩子。但其实不是的，就回到刚刚上面讲的，他们只是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他觉得我有在走，我有在走啊，只是走得比较慢而已，只是走得比较慢而已。所以你必须要放低身段来理解他们之后，你才比较不会有情绪，比较不会有情绪。还有动作忘东忘西，忘东忘西，我觉得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有观察，比如说我女儿可能她喜欢用手机听音乐，那可能听一听听听，今天在我车上听一听，下车的时候她就把耳机拿下来了，就放在车上，可是她到我店里面要听的时候是不是找不到？那我们一般找不到会怎么样？我们会去回想我们的耳机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他或许他连想都不要想，他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再买一个就好。他可能就会默默的自己走到可能可以买到耳机的地方，自己又买了一个耳机回来，再把它带上去听。那我就觉得好酷的思维，就是我去研究这样的孩子，就是他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但他自己的忘东忘西自己会承受，而且他有时候会生气自己这样忘东忘西，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但如果很多家长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小孩，那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女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这样的孩子，我才能融入他的世界嘛。所以我现在只是用我自己的心得去跟大家分享。还有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事件的反观，我有观察到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看很多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90%的人都说这个人不对，比如说 A 不对好了，好，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了 A， 我们都认为 A 不对，但是他总是会帮 A 讲话。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某某意外发生出现在新闻上面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很疼惜发生意外的人？大部分我们如果说用百分比来比喻，如果说90%的人都很惋惜说，哎呀怎么这样意外发生，让这个人受伤了，可是他就会反观，他反为说那是他活该，那是他活该，就是他的思维是我觉得是跟一般正常人想法是有点反差的，就是当我们同情的时候，他就不同情；当我们觉得可怜的时候，他觉得不可怜；当我们觉得很可恶的时候，他却觉得我们才可恶。为什么要把全部的罪怪在那个人身上？就是他的思维是有一点很大的相反，所以我理解他之后，我就会尽量顺着他的意去说话。那当我顺着他的意去说话时，我更可以了解他在想什么。所以，这种孩子，我觉得在地球上生活已经很吃亏了，所以希望他在蛋黄区里面生活时，就是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生活时，也不要像外面
的社会看待他们一样，认为他们就是没救了，或者是就是很很不好的孩子。其实你只要多包容，多给予爱，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好的那一面，或许比较少，没有错，但是你要理解，他都自己已经讲他自己是边缘人了，你怎么可以拿正常人的标准来看待他，对吧？那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时时刻刻的包容跟给爱。如果有跟我相处比较多的家人，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还是很乖的孩子。如果你愿意看到他的美好，他还是一个很棒优秀的孩子。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边缘人是什么样的概念。有边缘人的话，我们尽量多包容他，多爱他，就这样咯。I love you，拜拜。